嗨，大家好，我是 June， 欢迎你回到 Soul of the Day， 和我一起开心打造。那今天这一个影片呢，已经来到我草药系列的第3集。那我今天呢要使用新鲜的艾草来做艾草皂。那是因为在我的紫草皂影片里面就有一位网友在下方留言说可以用艾草来做皂吗？那刚好我家里外面就有种艾草新鲜的艾草，所以呢我就决定用一些艾草来做艾草皂。如果你有看我上一期影片50水平安皂的话，你大概已经知道了艾草的功效。可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影片，那也没关系，我会大致的说一下艾草的功效。那艾草呢，它有杀菌止痒，还有舒缓过敏皮肤的功效。所以如果你是有湿疹或是其他的皮肤过敏症状而引起的瘙痒，或是其他过敏症状，你都可以尝试使用艾草来做皂，然后来使用它。又或是直接用新鲜的艾草用来煮水，然后用这个水来泡澡或者是沐浴，也是有一个很不错的舒缓效果。可是毕竟每个人的肌肤状况都不一样嘛，所以说这个艾草虽然它有杀菌止痒还有舒缓过敏的这个功效，可是它也未必是能帮助到每一个人的，所以你可以去尝试看看。可是万一说它对你没有起到什么效果的话，也不要灰心，可以继续尝试看看其他的方法来帮助自己的这个皮肤过敏症状。那我们现在开始制作今天的艾草皂。这是新鲜的艾草，我把梗的部位切掉，只是使用叶子的部分，然后拿去清洗，把泥或者灰尘的部分洗掉，洗2到3遍都可以。之后我们可以倒出200克的纯水，和艾草一起打成水相。那我现在使用这个纯水呢，是我之前在端午节时晒过的50水，那你们用一般的纯水也是可以的。那因为我今天要做1公斤的肥皂，而我的水相呢是2倍，所以我就使用200克的纯水。那如果说你们要做的分量是少一点，或者是比我更多，那你就可以去调整这个水的分量。那过滤出来的这个艾草渣，我决定要用来做热油萃取法。那之后呢，就用这个油来做皂。那现在一开始煮的时候会有很多泡泡，这是正常的，因为这个艾草里面还有很多水分。那你们现在看哦，它已经完全没有冒泡了。那它的温度依然是1度。那如果我把它调到5度，那现在已经把温度往上调到5度，已经是5分钟了，只有一点点的泡泡冒出来。比起刚才1度的时候有非常多泡泡，现在温度那么高也只有很少的泡泡冒出来。那是因为这个艾草里面的大部分水分已经被煮到蒸发出来了，所以它现在的泡泡并不多。我现在一共煮了1个半小时，其实这样就差不多了，可以拿起来了。艾草油放凉以后就可以过滤了，而这一次的渣我是会直接丢掉的，就不再使用了。那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有关热油萃取法的资讯，可以去回看我之前的影片如何制作浸泡油，里面有更多详细的解说。那因为我有一个暄软膜，所以呢我突然想到我可以把里面的硒胶膜拿出来，然后把我的吐司膜放进去，然后就用这个木盒做保温。之后我发现这个尺寸还蛮适合的诶。那因为我今天使用的水相是结冰的艾草汁，所以呢我就不会另外再把它泡在冰水里降温。那大家记得在溶解过程中要做好防护，戴上手套和护目镜。碱液倒入油里时，记得还要再过滤1次，因为这个艾草汁它是黑黑的，那我们没办法看清楚是不是所有的氢氧化钠都完全融化，所以再过筛1次会比较安全。使用打蛋器搅拌均匀后，再使用电动搅拌器开始打造。
那我会把手工皂的配方链接放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栏里，你们待会可以去看看。使用电动搅拌器把皂液打至 Light Trace 或者 Trace， 然后添加精油。那我这次使用的是香茅精油，这个精油会加速皂化，所以待会你们会看到皂液有点浓稠。那你们可以换去其他自己喜欢的精油。还有一点就是，今天这个配方我也有用到米糠油，而米糠油也会有点加速皂化，所以今天这个手工皂做起来会比较浓稠的。大家如果想要尝试这个配方的话，要有一个心理准备。那我今天这个配方会用到苦楝油，苦楝油也是具有杀菌的作用，所以也蛮适合有皮肤过敏的人使用。可是它会有一个怪怪的味道，有点臭臭的，所以我只在配方里加入了10%，然后我使用味道比较重的香茅精油来掩盖它的味道。那这一个艾草皂的颜色是比较深的墨绿色，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啦。可是如果你们喜欢比较清新的浅绿色，可以去参考上一期的影片50水平安皂，那个颜色呢就是比较清新的浅绿色。如果你有任何想看的草药皂题材，欢迎你留言告诉我，有适合的主题我就会采用来制作成影片。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记得给我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咯，